大家好其实我一直想做这期视频，因为我们频道其实一直在讲 Linux 系统，不管你用 VPS 还是群晖还是 NAS 这类的，都是用的 Linux 来做操作系统的。那 Linux 呢，主要就是用于这种7×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的这种服务器比我们常用家用的这种 Windows Mac 这种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它是更利于作为服务器设备的全天候运作的这种系统，所以它更稳定、更轻量、速度更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来学习 Linux 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会有很多服务基于 Linux 的，我们要对它的基础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从命令开始学起 Linux其实是比大家要理解的要简单的多。那 Linux 它其实是一个内核驱动的一个开源免费的操作系统，然后它上层呢就会有乌邦图Debian、CentOS， 还有我们最近研究的 Alpine Linux 都是 Linux 上层的发行版，所以这些系统呢都是基于 Linux 的。它们的主要区别体现在更新、软件包管理、软件启动架构、文件系统等方面的一些差异。那我们今天就从两个方面来了解 Linux 的命令，一个是跟发行版走的包管理命令。包管理的命令其实类似于我们应用市场，有点像是安卓应用市场、iOS 应用市场这样的一个区分，大家可以去这么理解。乌邦图、Debian 都共用的一个 APT 的应用市场 ，Alpine 它用的是 APK 的应用市场，我们的 CentOS 呢，它是使用的 ARM 的应用市场。第二部分是我们的文件系统相关的，那它是通用的，你是在任何的 Linux 发行版你都可以去使用的命令。首先我们讲乌邦图和 Debian 的包管理命令为什么它俩在一起呢？是乌邦图它是基于 Debian 的它用的是 Debian 的底层继承的关系。这两个系统目前也是主流的，但是 Lion 现在慢慢已经转向 Alpine 了。好，那我们购买一个 VPS 我们就采用我们的乌邦图这个系统。好，那我们把这三个系统的机器都创建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系统还是比较多的，今天的话主要就讲三大体系的系统，乌邦图、Debian为一体的，我们的 Alpine， 最后是我们的 CentOS。然后我们是 CentOS 的话，基本上就是 7.9 这个版本目前好像包管理已经停止更新了。我们三个系统的 VPS 就开始创建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公网 IP 地址复制一下，公网 IP 地址复制到你的 SSH 工具里头。我们是 root 身份的密码使用这个复制一下。VPS 已经全部连接上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区别。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个井号，井号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当前的用户是 root 用户。美元符号的话，那你就是普通用户，你没有更高的权限，你必须要用 sudo 的命令来给你加权。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加权的，我们已经是最高的权限了。Alpine 和我们的乌邦图 Debian 它们的井号都是这样的一个样式，这表明你是现在在 root 这个目录下进行操作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CentOS 它有些区别，可以看到它这块有括号，然后它也是在 root 这个目录下它也有井号。这是我们三个系统命令行的区别。那我们先从乌邦图这边的包管理命令来学起。首先我们可以了解这个 APT 就是这个乌邦图 Debian 他们所用的包管理命令的名称。然后呢，这个 update 是更新系统索引我们右键进来回车，它就开始拉取系统的更新索引。这个呢不代表去更新你实质的软件包它只是拉索引，就相当于一个列表，就是哪些软件更新了，你这个命令输入在你的 CentOS 里面呢，那你就可以看到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复制到我们的 Alpine 这边来看也是会提示我没有 APT 的这个包，并且它这边是 ASH Alpine 它自己的 shell 解析器。我们现在所有的命令都是 shell 命令 update
就已经完成了啊，就更新系统索引，这个是 Debian 那边也可以去使用的啊。Upgrade 呢，就是我当前系统现有的软件包我进行全部更新，前面呢只是更新索引，后面才是更新软件包。这边更新软件包呢，软件包是会有一些同意许可的，所以我们默认-y这个参数啊，让它默认允许。所以它能更新到很多新的内容。绿条也是乌班图Debian标志性的一个进度条。个人的话还是喜欢用Debian而不是乌班图，乌班图显得有些臃肿，但是大部分小伙伴刚入门的话可以去使用乌班图，因为它的依赖啊，各方面网络环境啊，其实都比较全。Debian的话就是比较精简一点，轻量一点。好像乌班图的话还会出现很多这样的交互界面，那其实默认的话就是回撤，这边的话也不用改，回撤就可以了，系统也就更新完毕了。我们的发行版系统都是通过这些软件包组合而成的。这个呢是 APT 里的比较究极的 Full Upgrade， 就是更新完整的系统，更新的更全，但是常用的 Upgrade 就足够了。然后再接下来就比较关键了啊，就是 APT 这个包管理工具去安装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安装的时候，我们让它默认就是直接通过的。我们装什么呢？我们装 CURL， 这个是一个下载工具，这个是 wget， 它可以像这样的去组合式的安装，不是说我一个命令只能装一个，你把你要对应安装的软件包名填在后面，依次填开，那你就可以装很多。这样的它就已经装好了啊，它默认已经可以看到版本号。看，我们把这两个软件包清掉，我们装一个 btop， 这个是查看监控用的 btop。那我们再装一个 htop， 就是装包，就是这样的去装，它就可以开始进行安装了。好，这样同样也是回车。我们的 btop 是直接可以用的，直接输入 btop， 查看你当前 VPS 的应用进程、CPU 占用、硬盘、内存，还有我们的网络占用，这是全套的。这个工具呢是非常好用的，然后我们按下 Q， 它就返回了。这个卸载呢是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是卸载它的软件包，但是不卸载它的一些配置，这边呢就是彻底卸载。一般我会喜欢这样的直接暴力卸载，当然有些核心组件它是不允许你卸载的啊。我们卸载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 btop。那我们这时候再输入 btop 呢，它已经没有了。来聊聊 Alpine 是一个全新、非常有活力、轻量且安全的 Linux 操作系统啊，是我这边特别喜欢的一个操作系统。它占用资源特别少，像我们的低内存、低配置的 VPS、Docker 容器都是可以用它的，运行效率特别高，特别高啊，没有之一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Alpine 的它的包管理工具，它是一个 APK 名称。那它同样也是 update 和 upgrade 组成，它这个跟 apt 那个边是一样的。你来到 Alpine 的这个系统，然后你通过 APK 来进行更新，它更新是非常快的。然后呢，我们这边呢 upgrade， 看它的这种更新方式又是不一样，这是每个包管理器它的一个呈现效果，更新软件呈现效果都是不同的。但是呢 Alpine 的话它生态不完整啊，生态不完整就是很多学 Linux 的小伙伴呢都有可能没用过这个系统，就是搞开发的、搞运维的都不一定很清楚这个系统该如何去使用。但是 Lion 这边是了解的。 APK ADD 这个就更简单了，这个其实就代表的这个 install不用 install 了，它这边是 ADD 是有所区别的，是装 CURL 装 Docker 都是可以用这个命令来安装的。我们可以发现它这边没有-y，这个系统呢它是默认是允许安装的啊，它把这一步给省略掉了，这也是更精简的一种做法。那我们试一下，在 Alpine 的这个系统使用这个命令，好，它安装一个呢，其实会连带很多依赖都帮你安装好。比方说 Docker， 它可以装很多 Docker 的依赖组件，所以这是最方便的。用户不需要关心依赖有没有安装了。想卸载的话，你这边同样 delete 的一个前头的字母 del， 它所以安装非常好记，卸载也非常好记。卸载一下 Docker。
这个就是参数，你空格一下 curl 啊，这样的也是可以的。这些包管理工具它们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好，这样的我们就全部卸载掉了。大家的差别呢，就是在包管理工具。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带括号的 CentOS， 然后我们来看 CentOS， 它这边呢是用的这个 YUM， 这边呢它使用的 Update， 它这边呢是不需要更新系统索引的。随后呢，它的呈现方式呢就是一个软件包的单独的这种进度条去呈现，软件包的大小，更新了多长时间。CentOS 的话，你更新完以后呢，基本上以后再也不用更新了，因为已经不会再有维护软件包了。老玩家可能还是对 CentOS 这边是有一些感情的，而且有一些老的环境呢是需要 CentOS 作为基础的，像我们的新环境，尤其是 Docker 环境啊，完全不需要我们的 CentOS 再做支撑了啊。我们的 Alpine 都已经拿捏得非常稳健啊，单独装包你可以这样的去操作，杠 Y 同样也是允许啊，直接它就去安装对应的，它这边已经装好了。大家的 COL 都装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运行 Lion 的一键脚本，看一下他们的基础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各个系统的资源占用情况。这边呢运行起来 CURL， 它没有安装这个 CURL， 刚才我可能给它删了。OK， 这边也没安装。这边的话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像 VPS 厂商，它给我们的 Alpine 呢是非常非常简陋的。那我们这边呢需要 APK 去 ADD 我们的 Bash， 它连 Bash 都没有 ，BASH Bash 先装一下，然后呢我们再装一下 CURL 啊，这两个都装一下。好，装好以后呢再运行 Lion 的一键脚本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好了，那我们这边也 OK 了，我们选择1。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啊，它这边的系统是乌班图，这边是 Alpine， 这边是 CentOS。那我们可以看到占用啊，这边物理内存已经占用了 100M， Alpine 它只占用61，硬盘占用它只占用了3个 G。运营商可能内置了一些软件，它的内核版本也是有区别的。Alpine 的内核版本是非常新的。我们今天只讲了3个 Linux 的发行版啊，它们在包管理使用上的命令差异。下一期呢，我们会去来讲 Linux 的通用命令，比方说 ls 啊、cd 啊这些文件系统有关的命令，全 Linux 通用的命令。Linux 发行版主要的差异就是在于包管理工具。还有每个发行版呢，它们的目录结构可能会有些许不同。那除此之外呢，就大差不差了。所以我们下一期的话就直接讲通用命令。那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